再来会来这边开，最主要我问那个护理师啊，说你这边开的案例是几例？开的非常多例啊。是最近大概这1年来，这一边这样子侧睡 OK， 可是这样子侧睡的时候就觉得这边卡卡的，因为它会痛嘛，所以走路就会这样子。照 X 光完之后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那个髋骨头的地方坏死了。我就上网去看，刚好是礼拜六那一天，他们会有一个说明会，所以我就直接来听一下说明会。刚好看到一个大概60几岁的一个大姐，她是做膝盖的，前一天下午开完刀，当天她就下来走路了，她也没有分享，她也是下来听说明会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，这个技术好像还蛮先进的。Mako 它最主要好处是在于说，它会先帮你做断层扫描，然后把资料输进去机器里面，让你可以知道说医生从哪边下刀，那个误差率真的很低。然后上网去查，发现这个技术其实在引进台湾，其实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。其实这边让我比较放心，是因为会有这个技术，除了机器之外，你也要去认证，要花时间去学习。对，如果没有经验的累积的话，再来会来这边开，最主要我当初来听说明会，我问那个护理师啊，说你这边开的案例是几例？那个数字我就不要讲，因为那个数字就大过其他家，大概应该有快10倍啊，开的非常多例啊。像其实新闻有报道，一般在开刀的时候，可能会把一些重要的组织肌腱什么全部切除，包括微创的时候，有时候难免。但是用这个技术来讲的话，可以避免掉很多这样的麻烦。再来，因为我是做研究的，我又是学理工的，所以这方面的知识我会去看非常多啊。开完刀之后的10天，我就已经回到我的工作岗位，可以开始工作。搬重或什么没有办法之外，一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的正常，除非是走比较长的路啦，不然其实就可以不用拿拐杖，可以行动自如这样。